上一集我们讲了太阳系统的总模型。太阳不是一个简单的表，而是体表处理系统。它像一栋智能大楼的门窗、通风、外部边界和空气交换系统，负责开合、排出、约束和响应。但光知道这一点还不够，因为真正难的地方不是把太阳换一个新名字，而是当一组现象出现时，你怎么判断这个边界到底是锁死了，还是关不住了，还是根本推不动？嘿，你好，我是轩辕有成，好久不见，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这一集我们继续讲太阳，但这一集不讲太阳是什么，而是讲太阳怎么失灵。我想把太阳从一个病名继续翻译成一套边界开合模型。如果把这一点讲清楚，后面你再听到太阳、伤寒、中风、麻黄汤逻辑、桂枝汤逻辑，就不会急着去套方名，而会先问边界在哪个变量上偏了。很多人学伤寒论，听到太阳病三个字，心里马上就会想到一个固定答案，好像太阳病就是一类固定病。再往下就想问，太阳病是不是某些症状，是不是某个方，是不是我现在这种情况？但在功能变量模型里，我不建议这样读，因为太阳真正重要的地方不是它是不是一个病名，而是它指向了人体和外界之间的一套边界机制。这个边界不是一堵死墙，它是会开、会合、会排出、会约束、会响应的动态系统。引起的原因可能是一阵风，也可能是划了个口子，也可能侵入了什么异物等等等等。所以太阳系统的核心不是你属于太阳病，而是这套边界系统现在处在什么运行状态。如果你把它当成病名，就会急着找标签；如果你把它当模型，就会先看变量。这就是第三集要建立的核心习惯，不先问叫什么，而先问边界怎么动。在真正判断闭锁还是失控之前，第一步是问这件事到底有没有进入太阳系统，也就是说它是不是以体表边界为主导的问题。在功能变量模型里，太阳系统的进入条件大概有3类。第一类是体表散热需求信号，比如出现发热，其实是系统需要把异物往外处理，而异物、汗液、能量堆积在体表。第二类是体表排出诉求，比如想出汗但出不来，或者汗出不止，或者微汗不畅。第三类是体表通道异常信号，比如恶寒、恶风，或者对外界风寒冷热的反应明显异常。如果这些入口信号一个都没有，那 AI 就不应该硬往太阳系统里塞，它应该停下来，转去排查别的系统。这就是 AI 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，不能为了回答而回答。好的模型不是永远给结论，而知道什么时候不应该进入某条推理路径。如果确实进入了太阳系统，下一步问什么？我的答案是先问出汗情况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系统是体表处理系统，它最直接的输出之一就是体表开合和排出异物，而汗在古代文本里经常是观察这个开合系统的重要窗口。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坑，不要一看到汗就觉得一定是好事，也不要一看到无汗就觉得一定是坏事。汗只是一个信号，它要放回系统里看。你要问的是，这是完全无汗，还是自汗不止？是微汗不畅，还是只在局部出汗？这个排出有没有完成任务？边界是锁死，还是漏失，还是推不动？第一关键问是出汗情况说明边界处在什么状态。第一种方向闭锁型，最直观的比喻是门打不开，它不是简单的冷，也不是看到恶寒就结束判断，它的功能本质是体表通道处在过度关闭状态，内部有排出需求，但外界边界锁死了。用变量说，就是开合度 O 下降，排出阻力 R 上升。如果用智能大楼比喻，
就是大楼里面已经有了热量和废气要往外排，但门窗锁死，排风管道也卡住，于是内部压力越来越高，系统越往外推却推不出去，这就是预排不能。在古代文本和经方逻辑里，这类方向常常会被归入麻黄汤逻辑，因为能量都是从大楼内部推向门窗，所以门窗因为能量聚集，所以会热，而大楼中心因为能量丢失，所以会冷。闭锁型最重要的画面不是一个人冷不冷，而是一套边界系统被锁死，门打不开，热量和压力堆在里面。第二种失控型，就像是门关不住，它也不是简单的汗多，因为汗出并不等于排出有效。失控型的核心是体表通道开放过度，而且不能有效回收，导致精液和热量以无效的方式持续流失。用变量说，就是开合度 O 持续偏高，约束不足，排出效率1可能下降。就像一栋大楼的门窗一直开着，风一直往外漏，能源也在流失，但是该解决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。这时候你看到的是有东西想往外走，但系统想排出的异物没有完全排出。所以我会说，失控型不是排得多，而是排出无效。在古代文本和经方逻辑里，这类方向常常会被归入桂枝汤逻辑。闭锁型是门打不开，失控型是门关不住。这两者如果混在一起，后面的推理就会完全错位。这里插几句，很多人无法解释桂枝麻黄各半汤逻辑，因为传统语境重点区分在有汗无汗，而换成功能变量语境，打比方，麻黄汤逻辑的开合度是10%，桂枝汤逻辑的开合度是70%。那么有没有开合度30%的情况存在呢？然后加上排出阻力、排出效率、调节灵敏度这3个变量，就很容易理解何方逻辑。除了闭锁和失控，还有一种很容易被忽略的情况，微汗不畅，预排无力。它看起来像太阳系统有问题，因为确实有体表排出的诉求，但是它不一定是单纯太阳系统故障。为什么？因为太阳负责外层开合和排出，但太阳不是凭空工作的，它背后需要少阴系统提供基础能量和支撑。如果少阴底盘不足，太阳想排也排不动。就像大楼排风门想打开，但电力供应系统不够，门只是抖一抖，开不起来。这时候如果 AI 只看到恶寒、遇汗、体表不适这些词，就粗暴地归入闭锁型，它可能会犯很严重的模型错误。所以太阳边界模型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安全闸门，遇到微汗不畅、预排无力、精神明显低落、脉力不足这类信号时，不能只在太阳内部打转，要检查少阴能量底盘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功能变量模型不是症状匹配，它一定要看系统之间的耦合。现在我们把视角切到 AI， 如果让 AI 读伤寒论，它最容易犯什么错？第一，它会把关键词当成入口，看到发热、恶寒、汗出就马上进入熟悉的模板。第二，它会把入口当结论，只要像太阳就直接说太阳。真正的太阳推理至少要经过3道关：第一，有没有太阳系统进入条件；第二，边界是闭锁、失控、排出不足还是非典型；第三，有没有少阴、阳明、太阴等其他系统的牵连。如果这些关没有过， AI 就不应该给结论。所以这一集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3步安全推理法。第一步，定入口，先看是不是太阳系统，有没有体表散热需求，有没有排出诉求，有没有通道异常。没有入口就不要硬推。第二步，变方向，如果进入太阳系统，就先看出汗情况和边界状态，完全无汗偏向闭锁型，自汗不止偏向失控型，微汗不畅、预排无力就要警惕少阴底盘，局部异常不典型出汗就不要轻易下结论。第三步，查耦合，看有没有少阴功能不足，
阳明内热积聚，太阴水月上泛，少阳调度障碍，这些一出现，太阳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系统，它变成系统网络里的一个节点。这两步听起来慢，但这是安全的慢。AI 的答案太快，其实是巨大的风险，快到没有检查入口，快到没有看方向，快到没有确认边界。而《伤寒论》真正值得学的地方，恰恰是它面对复杂系统时，不是只找答案，而是先辨关系。到这里，太阳系统的基本地图就建立起来了。下一集我们会从外部边界转入内部处理系统阳明。很多人一听阳明就想到一个字热，但在功能变量模型里，阳明也不是一句热可以讲完，它更像一套内部处理系统，负责受纳、腐熟、推送、清渣，以及处理内部管道的压力和沉积。也就是说，太阳讲的是边界开合，阳明讲的是内部处理，一个在外，一个在内，一个看门窗和排风，一个看传送带和垃圾清运。我是宣有成，功能变量模型创始人。世界不是物体，而是关系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